千万不要相信黑胡子的鬼话，说什么暗暗果实是最强自然系。其实这颗果实的弱点很明显，从艾斯与蒂奇的那场战斗开始，尾田就在埋设伏笔。有3种方式能克制暗暗果实。第一种是超远距离打击。当年黑胡子向艾斯解读暗暗果实，还没等他说完，艾斯就找到了破解方法，避免身体被黑暗元素触碰就可以。于是艾斯采用远程攻击，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只不过黑暗的引力太过强大，艾斯没有办法躲避，最终惨败给了黑胡子。香克斯也知道远程攻击能克制暗暗果实，他的手下有3位顶级强者，本贝克曼、耶稣布和拉基路，用缠绕霸气的子弹打黑胡子简直完美。第二种是武装色霸气清除黑暗元素。自从黑胡子吃下暗暗果实开始，就有粉丝疑惑他能不能吸收武装色霸气。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，黑胡子就是无敌般的存在。卡普在蜂巢岛对战元大将青雉时，提前将手臂缠绕武装色，导致洞洞果实完全失效。可见武装色霸气能克制自然系元素。暗暗果实的能力虽然很特殊，毕竟也属于自然系恶魔果实的一种，逃不过被武装色霸气克制的设定。在黑暗元素触碰身体前，用霸气将它驱散，打赢黑胡子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。第3种是霸王色驱散果实能力。从路飞在鬼岛对战最强生物凯多，到乔伊波伊的霸气将吴老星打回原形，尾田一直在增加霸王色的力量，不仅能像武装色一样用来缠绕攻击，还可以将能力者具备的恶魔果实力量驱散。吴老星接触到乔伊波伊的霸王色，立马就从怪物形态变成普通人类模样，甚至还把赋予他们能力的伊姆腾的跪地哀嚎。香克斯秒杀大将绿牛时也证明过，用超强的霸王色霸气驱散森森果实的力量，让绿牛从森林人形态变成原本模样。自然系森森果实的力量完全失效，这才是让怪物绿牛离开和之国的原因。暗暗果实遇到强大的霸王色，自然也会失去效果。凯多老师那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，恶魔果实都是浮云，只有霸气才能凌驾于一切，前提是你得拥有强大的霸王色霸气。2场战斗测出溪流的真实战斗力，索隆想打赢他还差一项顶级技能。从溪流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开始，就被认定为索隆必须击败的强敌。溪流曾经是海底监狱的看守长，因为对犯人滥杀无辜被关入第6层。伊万科夫曾说过溪流比麦哲伦更加恐怖，两人的战斗力相当，但溪流的作战时间更长。前海军元帅战国曾说过，麦哲伦有准大将实力，在推进城时的溪流实力也应该能接近大将。跟着鹰眼学习2年，索隆的实力已经深不见底，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几乎以秒杀的姿态获胜，与大将藤虎交战处于劣势，战斗力也得到对方的认可。进入和之国后，索隆的战斗力经历过2次提升，一次是将手中的黑刀秋水更换为妖刀炎魔，等同让索隆间接掌握了武装色的流萤用法，拖着重伤的身体依旧能砍伤凯多的腹部。后来与赏金13亿9千万的岩灾境战斗，前期的索隆完全不是对手，妖刀炎魔还出来捣乱，在绝境之下，索隆觉醒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岩灾境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。此时索隆的赏金涨到10亿1100万倍里，战斗力也是无限接近于大将的水平。按理说现在的索隆打赢溪流简直轻而易举。溪流加入黑胡子海贼团后只吃下了透明果实，很适合去某个地方看看，对战斗力的提升并不明显。不过溪流在对战莫利亚的时候展示过实力，靠着透明果实发动偷袭，轻而易举砍伤对方。莫利亚好歹也是七武海，赏金达到3亿2千万贝利。年轻的时候曾去和之国挑战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不过以战败告终，所有的伙伴也被凯多杀掉。溪流能轻松偷袭成功，也能说明莫利亚的见闻色无法克制透明果实。在海贼王1087话中，溪流在隐身状态下攻击科比，卡普察觉到徒弟有危险，用身体挡住溪流手中的雷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卡普为何不直接攻击溪流，反而要用身体抵挡呢？只能说明一点，卡普的见闻色也不能确定溪流的位置，只是靠着预见未来的见闻色，察觉到科比会有生命危险。通过溪流对战莫利亚和卡普的2场战斗可以确定一点，普通的见闻色霸气并不能发现隐身状态下的溪流，只能将见闻色开发到预见未来的地步，才能预判溪流的行动。索隆目前掌握见闻色霸气，却没有达到预见未来的地步，想要打赢溪流，将见闻色再提升一个档次是必须的。索隆拥有霸王色霸气，一旦学会最顶级的缠绕攻击，在与溪流的最终决战中，必定会轻而易举获胜。黑胡子选择青雉当伙伴的目的公开，香克斯已经得到最后的路标历史证明。海贼王1081话第1波官方情报已经公布，卡普到底有多强的战斗力？尾田又给出了一次证明。本话的标题是黑胡子海贼团的第10号船长铺子。从实力上来看，青雉的确有担任第10船长的能力。他与黑胡子是合作关系还是从属关系，依旧没有准确的定论。刚加入黑胡子海贼团时，黑胡子就询问青雉关于烧伤男的事情，也就是在奥哈拉冒着生命危险拯救罗宾的巨人萨乌罗。不知从哪里得到的消息，黑胡子说萨乌罗拥有剩下的路标历史证明。看来黑胡子让青雉当伙伴，是看中他担任海军大将时获取的情报。如果萨乌罗拥有路标历史证明，一定也落在了香克斯的手中。红发海贼团刚刚离开埃尔巴夫，不出意外会得到萨乌罗的历史证文。不管是路飞还是黑胡子，想去拉夫德鲁都得与红发海贼团有一战。本话中还有一段青雉与卡普战斗的回忆。青雉曾经是卡普的徒弟，
两人在战斗时，卡普明显占据上风，显然是没有释放全部战斗力。当年在马林范多要拧下赤犬的脑袋，卡普老爷子一点没有忽悠人。最后是红心海贼团与黑胡子海贼团的战况，没有意外发生，黑胡子将罗击败，抢走了他在和之国得到的路标历史证明。不过罗目前还活着，他与贝波在一起，两人都受到了很严重的伤。旁白也强调了罗率领的红心海贼团败北，不过相比基德，罗的情况要好一些，最起码确定了还活着。基德败给香克斯后，是生是死还没有确定，大概率可能会凉凉，因为合刊的问题。下周依旧没有海贼王漫画，妥妥的2周一更的节奏。为了让路飞当上四皇，尾田修改了3个设定。世界最强生物凯多的战斗力被削弱一个档次。第一个就是橡胶果实的能力。当年路飞在风车村吃下橡胶果实，只有伸长和变大的能力。相比自然系毁天灭地的招式，总觉得主角吃了一个很废的果实。不过在路飞的努力钻研下，橡胶果实有了2、3、4档，也达到了准大将级别。就当我们以为路飞会靠努力实现梦想时，尾田给橡胶果实的能力改了。本来的超人系恶魔果实，居然成了动物系幻兽种，还是传说中的太阳神妮卡。吴老星还说了，为了隐藏妮卡果实，甚至将它从恶魔果实图鉴上删除。不过路飞吃下橡胶果实时，垃圾路立马拿出果实图鉴，也强调是橡胶果实。从这前后矛盾的剧情来看，尾田让橡胶果实变成妮卡果实是临时修改的设定。不过路飞觉醒妮卡果实后，也得到了世界上最胡来的力量，心脏也变成了解放之骨，在鬼岛屋顶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成为被世界认可的4位海上皇帝之一。第二个是明哥被从百兽海贼团移除。在尾田的最初设定中，明哥本是凯多最可靠的手下，从人物命名也能看出来。百兽海贼团的3大看板是杰克、奎因和金，分别代表扑克牌中的 JQK。明哥的代号是 Joker， 就是扑克牌中的鬼牌，战斗力应该不低于3大看板。尾田在 SBS 中也说过，明哥的实力太强，幸亏路飞在德雷斯罗萨将他击败。潜台词就是说，如果明哥还是凯多的部下，路飞很难战胜百兽海贼团。假如明哥在鬼岛放一个鸟笼，就问草帽团和武士联盟谁能破得了。第3个是凯多的战斗力被削弱。当年卡普向路飞介绍4皇的时候，凯多在大妈的下面看不到全貌。后来盛平在愚人岛介绍4皇，凯多露出了全脸，表情非常阴险，而且从体型上来看，凯多比4皇大妈大一些，更像是一位巨人族。如果让一位巨人吃下幻兽种青龙果实，试问还有谁能击败他？不过凯多正式登场后，并不是一位巨人，而且性格一点都不阴险。20年前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黑炭木蝉假扮桃之助让玉田战败，凯多对此非常恼怒，一棒子解决了黑炭木蝉，很懊悔没能正面击败玉田。在鬼岛战争中，凯多面对众多强者的车轮战，也没有使用任何阴险的招式，即便将赤鞘九侠全部击败后，也没有趁机补刀将他们干掉。与路飞战斗时，CP 零小队长突然介入，让路飞被狼牙棒打晕过去。凯多对此非常愤怒，转头给了 CP 零小队长一棒子。这样的凯多还有人觉得他阴险吗？从来没有展示过真正实力的香克斯，用一招霸王色缠绕攻击神臂揭开了3个谜团。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是确实存在的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再一次被拉大。第一个是香克斯为何能当上4皇。当年在东海的风车村，香克斯为了救路飞被带鱼咬掉一条胳膊，变成残疾人后，香克斯的实力不降反上，在6年前成为最年轻的4皇。很多人都非常好奇，他为何能成为4皇。现在有答案了，就是一个字：太强。对战基德海贼团时，香克斯只用了一招神臂，便秒杀了基德和基拉。基德算不上顶级强者，好歹也有霸王色和恶魔果实觉醒，赏金也达到了30亿贝里，结果没扛住香克斯一招，只能说两人实力差距太大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尾田还公布过香克斯另外2个强大的技能，一个是见闻杀，能让敌人的见闻色失效，即便能预见未来也没有效果。另一个是瞬间移动，在顶上战争挡住赤犬沙克比的时候也用了霸王色缠绕匹敌罗杰，外加瞬间移动和见闻色。如此强大的香克斯不会比任何一位4皇的战斗力弱吧？第二个是海米口中的面子果实确实存在。2年前的马林范多，香克斯用一句请给我个面子，结束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斗。不管是当时的黑胡子海贼团，还是失去船长的白胡子海贼团，以及是拥有10万精英在场的海军，都选择了给香克斯一个面子。原因也很简单，就是香克斯的战斗力强，红发海贼团他们打不过。世界会议期间，吴老星特意留出时间见香克斯，也是给足了面子。如此来看，所谓的面子果实就是强大的实力，打不过就得给个面子。第3个谜团是鹰眼到底有没有霸王色。作为世界第1大剑豪，鹰眼曾经与香克斯决斗打成了平手，他到底有没有霸王色霸气，一直是海米非常好奇的问题。从香克斯秒杀基德的战斗来看，主要输出就是剑术与霸王色的结合。鹰眼既然能与香克斯打成平手，不会霸王色缠绕攻击显然不行。如此来看，索隆与鹰眼的实力差距又被拉开了一个档次。之前追赶鹰眼，索隆需要像鹰眼一样打造一把属于自己的黑刀，现在来看，索隆还需要修炼霸王色，达到能像武装色一样的缠绕攻击。不过索隆已经觉醒了霸王色，能否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就得看他的天赋了。只要索隆打造出黑刀，再学会带黑闪拉丝的攻击方式，超越鹰眼也不算难事。盘点能匹敌卡普银河颧骨的8个招式，索隆能挡住其中的2个，路飞自己拥有2个。第一个是神臂，罗杰在对战玉田的时候用过，
轻轻松松将玉田打飞。香克斯也会使用神臂，从场面上看，比当年罗杰打玉田更加震撼，直接秒杀了基德和基拉2位超新星，附带攻击将基德的海贼船一并摧毁。第二个是王者之拳，据说摧毁一座城池，即便强如四皇也抵挡不住。王者之拳出现过2次，一次被巴托用屏障挡下，看不出它的威力有多大；另一次将巨大的皮卡石像打得粉碎，确实达到了毁灭城镇的威力。第三个是大妈的微博，用拿破仑形成巨大的剑气冲击波，破坏范围非常大。在凯多府邸，大妈使用过微博，将城堡直接轰出一个巨洞。第四个是凯多和大妈的联合技能霸海，能将方圆几公里的事物完全摧毁。2位四皇对霸海的破坏力非常自信，觉得能一招秒杀5位超新星，不过还是被索隆挡了下来。作为代价，索隆身上30多处骨头断裂。第5个是热吸，凯多张开嘴巴吐出一股火焰，攻击距离能达几公里，也是凯多最常使用的招式之一。第一次使用热吸时，几乎摧毁了一座山头。随着凯多使用次数的增加，热吸的破坏力逐渐减弱。雷藏能将热吸吸收反弹，索隆的火焰刀也能将热吸化为乌有。路飞用身体硬扛热吸，却没受一丁点伤。第6个是凯多的终极大招升龙火焰八卦，先将自己变成一条火焰巨龙，然后将龙头缠绕霸王色霸气，用强大的冲击力去攻击对手，拥有毁灭一座岛屿的破坏力。第7个是路飞的大元王枪，在德雷斯罗萨对战明哥的时候用过。相比霸王色缠绕的招式，大元王枪显得有点弱，不过在击败明哥的时候，附带攻击将整个地面摧毁，对建筑物的破坏力一点不输卡普的银河拳骨。第8个是路飞觉醒武当后的大招橡胶原神枪，巨大的拳头附着上霸王色霸气，看起来比一座鬼岛还要大，别说能摧毁一座城镇了，破坏力甚至不输远古兵器，毁灭一座岛屿都可以。白胡子作为世界最强男人，说他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顶上战争开打的时候，白胡子引发的巨大海啸差点吞没整个马林范多。艾斯被赤犬干掉后，白胡子引发的地震也拥有毁灭岛屿的破坏力。不过老爹是一位平力达人，毁天灭地的招式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。在凯多的眼中，索隆的实力真的比玉田差一个档次吗？跟着鹰眼学习2年归来，索隆的实力可谓深不见底，也学会了一刀劈船的本领。来到德雷斯罗萨对战唐吉诃德海贼团，索隆与大将藤虎有过短暂交手，虽然嘴角被对方用重力刀打流血，战斗力也得到了藤虎的认可。对战明哥的手下皮卡时，索隆稍微拿出了一点实力，用碾压的方式秒杀皮卡。在场的观众之中，也有不少见过世面的强者，全部被索隆的表现征服。和之国篇章开始后，索隆才一步步展示自己战斗力的上限。为了保护路飞和小玉，索隆被超新星霍金斯用钉子打伤。认真起来的索隆用出一招2刀流，直接秒杀了霍金斯制造的稻草人怪物。随后霍金斯以对方会有帮手出现放弃攻击，显然是害怕自己打不过索隆。为了夺回被抢走的黑刀秋水，索隆在后岭的断桥与牛鬼丸战斗。就在此时，他听到有美女发出求救声，基拉正在追杀日和与小男子。索隆没有丝毫犹豫，立马出手挡住基拉的攻击。在与基拉的对战过程中，牛鬼丸趁机偷袭，导致索隆的肩膀被镰刀贯穿。随后索隆拔出镰刀，临时弄了一个3刀流，将基拉瞬间秒杀。鬼岛战争爆发之后，索隆与德雷克联手对战阿普，抢夺病毒冰鬼的抗体。见到小菊的胳膊从屋顶掉落，他知道必须快点抵达屋顶对抗凯多。认真起来的索隆只用了一招1刀流，便秒杀了赏金3亿5千万的阿普。来到鬼岛屋顶对战双四皇，索隆让罗给自己打辅助，准备砍掉凯多的龙头。四皇大妈察觉到了危险，提醒凯多快点躲避，才避免了龙头被索隆砍中。见到5位超新星的实力过后，凯多和大妈决定一招搞定所有人，两人联手使用四皇合体技能霸海。就在所有人以为要被秒杀的时候，索隆一个人站了出来，挡住霸海几秒钟，拯救了其他4位超新星。随后路飞向凯多发起猛攻，结果被一招霸王色缠绕引奈落打晕。正当凯多想着怎么打碎路飞的脑袋时，索隆又站了出来，使用出自己最强的9刀流招式阿修罗王者系，重创凯多的腹部。凯多对索隆的表现非常认可，强调斩击会给自己的胸口留下一道伤疤。20多年前，凯多对战光月玉田的时候，腹部也被打伤，留下一道10字伤疤。在对战路飞的时候，凯多说了，玉田是能与自己一战的强者。可见在凯多心目中，索隆不具备与自己一战的实力，也没达到玉田的高度。不过在对战岩灾尽的时候，索隆彻底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斩断尽的一条翅膀，登基地狱之王，实力再度提升的索隆，相比玉田还会差一个档次吗？在吴老星的心目中，马尔科真的达到4皇水平了吗？小时候的马尔科非常幸运，不仅吃下了稀有的幻兽种不死鸟果实，还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陪伴着自己提升实力。曾经与雷利有过交战，被一指禅教做人后，实力也得到了对方的认可。顶上战争的前半段，马尔科没有固定的对手，更像是在打游击。见到黄猿攻击白胡子，他飞过去挡住8尺琼勾玉，紧接着一脚踹飞大将黄猿，两人没有后续战斗，谁更强也不好说。见到青雉用冰刀攻击路飞，马尔科又飞了过去，一脚踹飞大将青雉。不过在偷袭触刑台的时候，马尔科结结实实挨了卡普一拳，
从小马哥无奈的眼神能看出，他与卡普的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级别。见到艾斯丧命之后，马尔科联手比斯塔攻击赤犬，却忘记使用霸气，不仅没有对赤犬造成任何伤害，反而被嘲讽不会使用武装色霸气。随后马尔科带领白胡子海贼团众多队长护送路飞顺利逃离马林贩多，也没能挡住赤犬继续追杀路飞。他的实力相比四皇级别的赤犬有很大差距。顶上战争之后，吴老星分析世界局势，一度认为马尔科拥有顶替白胡子的实力。不过在与黑胡子海贼团决战时，马尔科一方惨败，也没展现出四皇级别的实力。连马尔科自己也说了，拥有2颗恶魔果实的黑胡子是他们无法企及的对手。来到和之国帮路飞对抗百兽海贼团，马尔科一脚踹飞 Big Mom 的海贼船，随后与四皇大妈单挑，用蓝色火焰轻松打伤霍米兹。即便大妈抓住马尔科的脖颈，也表示出不能在此刻杀掉他。来到凯多的城堡，马尔科帮助索隆登上屋顶，紧接着单挑2位大看板。岩灾镜和异灾奎因都是赏金超10亿贝利的强者，战斗中也没有体现出优势。镜虽然砍掉了马尔科的一只翅膀，却没能对马尔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。最后马尔科体力耗尽，硬生生拖到海贼王的双翼索隆和山治登场。马尔科的赏金虽然没有岩灾镜高，但实力方面显然要高出对方一筹。路飞击败世界最强生物凯多后，香克斯也带着海贼团来到和之国近海，他再次邀请马尔科加入自己，这也是香克斯第2次邀请对方当伙伴。虽然马尔科还是拒绝了，也能看得出来香克斯是多么认可他的战斗力。尾田公开本贝克曼见闻色的等级，他堪比四皇的战斗力被严重高估。作为香克斯的副船长，本贝克曼被评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，据说他的战斗力能匹敌四皇。红发海贼团也属于双四皇配置，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也证实了这点。作者明确他的霸气不输大将。当年红发海贼团去马林贩多救路飞，香克斯使用瞬移来到赤犬面前，用格里芬挡住岩浆拳头，吓得赤犬脸颊流汗，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。本贝克曼也秀了一波实力，开启不许动果实，让黄猿乖乖举起双手，能让大将停止攻击。说本贝克曼有4皇级别也不为过。顶上战争过后，基德在新世界到处惹事，闯入4皇大妈地盘，打伤1名将星，又去挑战红发海贼团，结果连香克斯人都没见到，被砍掉一条左胳膊。经过鬼岛一战，基德使用果实觉醒能力，联手罗击败4皇大妈，赏金也达到了30亿贝利。却在去埃尔巴夫的时候，又遇到了红发海贼团。从垃圾路的话语中可以确定，当初砍掉基德胳膊的人就是本贝克曼。这一次香克斯准备亲自动手，他预见到基德会摧毁自己麾下的船长们，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伤亡，香克斯甩出一招神臂，秒杀了基德和基拉。在香克斯准备动手前，本贝克曼却说：“你好像预见了很厉害的未来吧？”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，他的见闻色还没有达到预见未来的级别。目前展示过见闻色预见未来的人，除了香克斯，还有4个，分别是前海军大将青雉、4皇 Big Mom 海贼团第1将星卡塔库利，还有世界最强生物凯多，以及新任4皇路飞。从路飞与卡塔库利的战斗中可以得知，见闻色有级别差距，实力也不会在一个级别。如果本贝克曼的见闻色不能预见未来，他还拥有4皇级别的实力吗？尾田终于公布了香克斯的最强招式，原来鹰眼也会使用霸王色缠绕攻击。在东海丢掉一条胳膊后，香克斯为何还能当上4皇呢？之前我们了解到，香克斯拥有匹敌世界最强剑豪鹰眼的剑术，不过在海军介绍鹰眼的时候，明确说了他的剑术比香克斯更佳。在剧场版红发歌姬中，还表明了香克斯拥有剑纹杀，能封锁对方使用剑纹色霸气，即便拥有预见未来的能力，也使用不出来。香克斯的霸王色达到了什么级别，一直没有准确的定论。使用霸王色造成物理伤害，目前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。对抗大将绿牛时，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，吓得绿牛仓皇而逃。在海贼王最新一期的漫画1079话中，香克斯在巨人之岛埃尔巴夫对战基德海贼团，他没有手下留情，甩出一招罗杰使用过的招式神臂，附带霸王色缠绕攻击的剑气，直接秒杀了赏金30亿贝利的基德。在鬼岛决战中，基德和罗都使用了果实觉醒能力，将4皇大妈击败，这也表明他的战斗力不算弱，居然连香克斯的一招都接不住。基德的手下拿出历史正文，才让香克斯留了他一命。基德海贼团就此覆灭。黑胡子攻击罗也是为了历史正文，对比基德的下场，红心海贼团也有可能毁灭。大秘宝的争夺战果然只有4皇才能参与，期待罗和基德加入草帽大船团。作为世界最强剑豪，鹰眼的赏金是35亿9千万贝利，甚至比刚刚当上4皇的路飞和巴基还要高。鹰眼既然能与香克斯多次决斗，实力和技能都也不会比香克斯差，能够挡住神臂的攻击，鹰眼100%拥有霸王色，也应该会缠绕攻击。索隆刚刚觉醒霸王色，不学会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挑战鹰眼必然不会成功。你可能不会相信，溪流会是黑胡子海贼团覆灭的导火索。他制造过3次内部矛盾。当年黑胡子闯入推进城招募伙伴，麦哲伦正在抓捕以路飞为首的越狱小分队，迫不得已放出宇智溪流，让他去对抗黑胡子海贼团。溪流没有听从麦哲伦的命令，他的目标是逃离海底监狱。
当遇到黑胡子海贼团时，溪流并没有出手攻击，反而在黑胡子等人中毒之后送来解药，救活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。面对黑胡子的邀请，溪流爽快地答应了，也成功逃离海底监狱，抵达马林凡多。溪流与老上司战国交流一番后，帮助黑胡子干掉世界最强男人白胡子。当黑胡子吸收真正果实的时候，溪流表示如果失败，他会立马脱离黑胡子海贼团。他的这番话也表明了黑胡子海贼团不够团结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。逃离马林凡多的时候，巨大战舰胡狼压坏了海贼团，黑胡子抓住超新星波尼，企图找海军交换来一艘军舰。在等待期间，戴鹏想要去购买新衣服，溪流立马表示反对，让他最好忍一忍。最后恶政王让黑胡子把船长的位置给他。拉菲特略带愤怒地说，你最好闭嘴，否则我会拧下你的脑袋。这里可是黑胡子海贼团，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，黑胡子的手下之间存在着矛盾，谁也不服从谁，有点像当年的洛克斯海贼团成员之间的争斗会导致海贼团覆灭。巴沙斯去德雷斯罗萨抢夺烧烧果实失败，被萨博狠狠揍了一顿，差点被打死的巴沙斯躲在一艘船下，机缘巧合发现了革命军的基地。他告诉拉菲特快点让黑胡子来，一定要带上传医毒 Q， 否则他会死的。激流得知电话的另一头是巴沙斯，直接来了一句，差点以为你死了，完全没把对方当成自己的伙伴。黑胡子海贼团成员之间不团结，会让黑胡子重蹈洛克斯的覆辙吗？这绝对是娜美实力提升最大的一场战斗，对手是赏金4亿的飞六包乌尔提。战斗的起因是娜美说了路飞会当海贼王，外加乌索普冒充娜美，嘲讽乌尔提姐弟是一对蜥蜴。面对2位飞六包，娜美一点也没怂，撂一句狠话撒腿就跑。乌尔提姐弟跟在身后一路狂追，直到佩吉万说凯多会成为海贼王时，娜美和乌索普才停下了脚步。他们异口同声强调，能当海贼王的人只有路飞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乌尔提，逼迫娜美必须收回刚才的话。娜美知道打不过，靠在石头上躲避，还是被乌尔提一记头锤撞飞。乌尔提没有打算放过娜美，不料被天猴棒弹飞了出去。这点攻击对乌尔提毫无作用，反而让他更加愤怒。只见乌尔提双脚抓地弹射起飞，狠狠撞在娜美的脑袋上。乌索普射出必杀手里剑帮忙，没起到一丁点效果。乌尔提再次弹射起飞，把乌索普也撞晕了过去。倒在地上的娜美回忆起与路飞过往场景，路飞对他说过，为了梦想必须有赌上性命的觉悟。即便被乌尔提抓在手中，随时都会有丧命的可能，娜美仍旧非常坚定地说，路飞才是成为海贼王的男人。小玉带着伯犬赶来帮忙，一口将乌尔提咬在嘴里。娜美和乌索普骑在伯犬上继续逃跑。小玉命令狒狒挡住佩吉万和乌尔提3分钟，他成功了，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佩吉万再次追了上来，乌索普和娜美的攻击对他毫无效果。穷途末路之际，四皇大妈从天而降。小玉告诉他，简洛村被凯多的手下毁了。大妈彻底暴怒，一拳霸王色缠绕攻击送走佩吉万。见到佩吉万倒在地上，乌尔提一个猛冲撞飞伯犬，回过头来又给了小玉一巴掌，打得小玉昏晕过去。娜美小宇宙彻底爆发，一记雷电打飞乌尔提，是要在此刻此地干掉眼前的蜥蜴。龙卷风的攻击没有命中目标，自己却被乌尔提牢牢抓住。四皇大妈再次伸来援助之手，3个霍米兹合为一体，一记明光炮贯穿乌尔提的腹部。大妈转头攻击娜美和乌索普，好在基德突入战场，给大妈来了一记摸头杀。经过与大妈的一战，宙斯的灵魂与天猴棒融为一体，按照宙斯的遗愿，能变成任何形状进行战斗。乌尔提也在此刻追了上来，他一把将小玉抓在手中，娜美立马出手反击，天猴棒变成狼牙棒的模样，重重砸在乌尔提头上。宙斯告诉娜美，像往常一样使用天猴棒就好，他会辅助攻击，增加输出。见到乌尔提上气不接下气，宙斯建议娜美使用雷霆给乌尔提最后一击。乌索普射出必杀绿星，从乌尔提手中救出小玉。娜美高高举起天猴棒，一招雷霆完完整整命中目标。会场中传来飞六包乌尔提与佩吉万战败的声音。此战过后，娜美的赏金从6600万暴涨到3亿6600万。天猴棒有了雷云宙斯的加持，娜美的战斗力上限依旧是谜。离开和之国后，香克斯正式加入大秘宝的争夺战。他带领红发海贼团来到艾尔巴夫，正在抢夺基德手中的历史正文。这也意味着红发团与草帽团必有一战。下面来分析下对阵情况吧。路飞的对手是香克斯，2位船长之间的战斗，胜者即是海贼王。香克斯拥有强大的剑术和霸气，霸王色能造成物理伤害，还拥有能让敌人见闻色失效的见闻杀。路飞的霸气也不弱，外加已经觉醒尼卡果实，与香克斯有一战之力。索隆的对手是本贝克曼，副船长之间的战斗。本贝克曼擅长用枪，霸气也非常强大，还拥有超高的智商，实力能匹敌四皇。索隆是未来第1大剑豪，已经觉醒了霸王色霸气，战斗力距离四皇也不远了。山治的对手是拉基路，两人都是厨师，拉基路擅长霸气攻击，能把自己当保龄球战斗，体术应该非常强大。山治觉醒了血统因子，拥有金刚不坏的身体，对战拉基路毫无劣势。乌索普的对手是他的老爸耶稣布，两人都是顶尖狙击手。耶稣布能从100米之外命中蚂蚁的眉心，拥有追击者的称号。
乌索普也觉醒了见闻色，擅长使用植物子弹，凭借运气他也不会输。慎平会与嘎布交手，嘎布是红发团的战斗员，有长长的头发和锐利的牙齿，能从嘴里放出咆哮攻击，拥有不逊色动物系能力者的身体。两人的战斗会是力量比拼。莱姆琼斯会与娜美爆发战斗，他是红发团的一名战斗员。莱姆琼斯擅长将雷电缠绕在武器上攻击，娜美的天猴棒也拥有强大的雷电攻击。比拼雷电的强弱，娜美能赢任何人。乔巴的对手是红发团的传医本乡，本乡还是一名武器专家，拥有瞬间拆解和组装的能力。乔巴已经将暴走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，战斗力不会输给本乡。两人的比拼重点应该还是医术。罗宾的对手是宾治，两人会在体术上一较高下。宾治是一名音乐家，外表健硕，擅长体术战斗。罗宾在对战黑玛利亚时召唤出了巨大恶魔，体术战斗也很强悍。布鲁克的对手是猴子孟士达，两人都是音乐家。战斗的戏份或许不会多，联手演奏一首曲子非常合适。作为船匠的弗兰奇会对上红发团的领航员斯内克，对手擅长杂技，喜欢用2把刀战斗，身上还拥有龙图案纹身。曾经有海米推测过，弗兰奇的老爸可能是斯内克。与自己痛恨的海贼父亲战斗，弗兰奇一定会很认真，能否获胜还很难说。明哥干过最牛逼的一件事，不是让吴老星配合自己传播假新闻，也不是弄丢了3颗神级恶魔果实，而是用一个鸟笼困住了一群顶级强者。不管你是堪称怪物的新晋海军大将，还是未来世界第1大剑豪，都得老老实实待在鸟笼之中。鸟笼是明哥用坚韧透明的线制作而成，拥有非常强的切割能力。就连藤虎从外太空召唤来的陨石遇到鸟笼也会被切成碎片，枪刀附着上武装色霸气也无法斩断鸟笼的任何一根线。如此来看，明哥的鸟笼就是一个大 bug， 是堪称无敌的招式。其实鸟笼的作用被夸大了，当年在德雷斯罗萨就有4个人能从鸟笼之中逃走，第一个就是萨博，作为革命军的参谋长，战斗力应该很接近大将级别吧。打败多弗朗明哥破坏鸟笼，萨博应该能够做到。刚刚抵达德雷斯罗萨的时候，萨博还不具备从鸟笼中逃走的能力。不过在竞技场的决赛中，萨博吃下了自然系烧果实，将身体变成火焰后，从鸟笼的缝隙中逃走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。第二个是明哥的小弟凯撒，同样也是自然系能力者。凯撒将身体变成瓦斯后，也可以像萨博一样从鸟笼的缝隙中逃走。第三个是罗，吃了超人系手术果实。罗可以制造一个透明的空间，在这个空间内能够随意切割、交换和拼凑任何物体，即便是鲜活的生命体被罗切割后也不会流血，更加不会死亡，但会有轻微的疼痛感。如果罗将一个人切割成无数的小块，从鸟笼的缝隙中运送出去后再拼凑起来，是否就能安全逃离鸟笼了呢？罗还有一个技能叫屠宰场，是可以在 room 空间内达到瞬间移动的效果，将一个人从鸟笼中传送出去应该也是可以做到的。会不会被鸟笼的线切割，目前还不能确定。第四个是路飞的小弟巴托洛米奥，就是那个当众小便的绿头发，他吃了超人系屏障果实，拥有堪称无敌的防御能力，即便是打成4皇的王者之拳也无法攻破屏障的防御。在阻止鸟笼收缩的时候，巴托制造出一块屏障让众人一起推，也能证明一点，鸟笼的线也无法对屏障造成伤害。巴托洛米奥不能将人送出鸟笼，却可以制造一个球形屏障，只要待在屏障球体内，鸟笼再怎么收缩也无法对内部的人造成伤害。20多年前，罗杰搞定一群海兵后说，想逮捕我得叫上卡普或战国，也表明了战国和卡普的战斗力属于同一级别，拥有匹敌罗杰的水准。在所有海军大将中，也只有战国拥有霸王色，不过至今也没有展示过。当年罗杰海贼团横行大海的时候，与之抗衡的海贼团还有2个，一个是白胡子海贼团，船长白胡子就是战国的老对手，两人对抗了几十年也没有分出胜负，可见战国的实力并不逊色世界最强男人。白胡子对战罗杰时使用过霸王色缠绕攻击，是否可以说战国也拥有这项顶级技能呢？另一个是金狮子率领的飞空海贼团，在艾特沃尔海战中差点把罗杰海贼团灭掉，不过在罗杰自首后，金狮子却非常愤怒，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，马林凡多、战国联手卡普一起出动，经过3天3夜的鏖战才将金狮子击败。顶上战争开打后，战国一直负责调度兵力，并没有直接加入战斗。当马尔科准备偷袭处刑台时，战国一度准备出手，不过卡普站了出来，一记铁拳打得小马哥不敢说也不敢怒。路飞来到处刑台救艾斯，战国才第一次出手，立马变成金色大佛，一拳头下去将3档路飞打漏气，却没有对路飞造成实质性伤害。打路飞，战国是100%放水了，毕竟天天喝卡普的茶，面子得给一点。打黑胡子就不同了，一巴掌下去完全不是一个力道，主要也怪黑胡子太嚣张。得到暗暗果实的黑胡子很狂妄地说自己就是最强的人，不过下一秒就被打脸了。战国再次变成金色大佛从天而降，一巴掌将整个黑胡子海贼团打吐血。黑胡子也没有示弱，带着手下小弟对抗战国，利用阵阵果实抵挡冲击波，
场面上没有一丁点劣势。当巴沙斯偷袭战国时，卡普一拳将其打飞。最后联手战国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香克斯抵达马林凡多后，黑胡子带着手下离开，与战国和卡普的对抗也结束了。在对抗黑胡子海贼团的战斗中，卡普没有受到一点点伤，额头的血渍是大孙子路飞留下的。战国所受的伤不算轻，在听属下汇报推进城情况时，可以看到上半身已经缠满了绷带。不得不说，战国的实力比卡普还是差了一个档次。如果与黑胡子海贼团继续打下去，战国真可能会顶不住。你可能不知道，罗宾的桃花运比娜美更好，一共出现5个绯闻男友，个个都是顶级强者。第一个是弗兰奇，他和罗宾的缘分是从司法岛篇章开始的。当时弗兰奇还没加入草帽团，为了解救罗宾，弗兰奇也闯入了司法岛。在解救罗宾的最后时刻，弗兰奇用身体挡子弹，为罗宾揭开海楼石手铐。邀请弗兰奇上船那会儿，罗宾使用碎裂龙爪手，也算对弗兰奇知根知底了。经过2年的分离，罗宾与弗兰奇的关系更加微妙，经常会穿上情侣装。尾田也曾说过，在草帽团，弗兰奇像爸爸，罗宾像妈妈，算是官宣 CP 了吧。第二个是索隆，罗宾刚上船的时候，索隆对他防备最深，见到罗宾给自己拿衣服，还差点拔刀砍了过去。自从在七水之都，罗宾看到索隆带孩子的场景后，索隆对罗宾一直百依百顺。抽签去冰火岛那会儿，索隆和罗宾抽到一样的签，微笑的画面真像一对情侣。还有送路飞去蛋糕岛，罗宾挽着索隆的胳膊，看起来特别般配。索隆的桃花运一直很好，如果他与罗宾在一起，反对的美女还真不少。第三个是罗宾与罗都属于腹黑类型，也都有着悲惨的童年。两人如果在一起的话，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，都能互相理解对方。在德雷斯罗萨时，罗宾曾用身体帮助罗抵挡多弗朗明哥的攻击。后来在和之国，罗宾与罗也有着非常多的互动。当路飞打败凯多之后，罗宾去寻找历史正文的下落，罗偷偷跟着他的身后，说是探究历史的真相，更像是在默默保护罗宾的安危。第四个是慎平，攻打鬼岛前，慎平才加入草帽团，却与罗宾看起来更亲切。进入凯多的府邸后，罗宾和慎平一直走在一起，有说有笑，很是暧昧。对抗四皇大妈的时候，两人的配合非常默契，直接将大妈摔飞。不过从颜值上看，罗宾和慎平这对 CP 确实不太般配。第五个是青雉，最了解罗宾过去的人，也就是前海军大将青雉了。自从罗宾离开奥哈拉之后，青雉一直关注他的动向，说是在监督罗宾的行为，更像是暗中保护罗宾的安全。司法岛事件之后，青雉再次找到罗宾，并恭喜他找到了可靠的伙伴。从那之后，青雉再也没有出现在罗宾身边，说他对罗宾没有感情，你信吗？为什么有人质疑卡普打不过赤犬？因为他单独打赢的对手都算不上真正的强者。38年前，洛克斯在神之谷攻击天龙人，当时的海军被打得节节败退，直到卡普出场才挡住洛克斯。最终卡普选择联手罗杰海贼团，才将洛克斯海贼团完全击溃。团长洛克斯连同神之谷一起坠入大海。事后白胡子也说了，他在洛克斯海贼团时，船上已经出现内讧。洛克斯海贼团败给卡普和罗杰，并不是完全因为他俩的实力强大。当年去打八宝水军，卡普提前用8座大山练拳，结果只用了1拳，将青椒引以为傲的头锥打凹，顺带毁掉青椒发财的美梦。青椒虽然有霸王色霸气，赏金却只有5亿贝利，算不上真正的强者。在德雷斯罗萨的竞技场，青椒连3档状态下的路飞都打不过，与明哥手下干部奥拉西战斗也被打成重伤战败。卡普与罗杰的战斗最多，据说多次将罗杰海贼团逼入绝境。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精彩战斗，剧情中却一次都没提起。罗杰被处刑后，金狮子一个人闯入海军基地，干掉1半的海军泄愤。卡普与战国2人联手，经过3天3夜的鏖战，才将金狮子关入海底监狱。金狮子算得上真正的强者，可打赢他也不是卡普一人的功劳。打孙子卡普是真的狠，每次爱之铁拳出手都差点把路飞送走。打儿子也不手软，抡起鞋底就是一顿大嘴巴，龙脸上的鞋底印至今还在。在顶上战争，卡普的出手不算少，见到马尔科偷袭处刑台，卡普一记铁拳下去，打得小马哥脑瓜子嗡嗡的。马尔科是黄团的第2战力，赏金也接近14亿贝利，相比四皇和大将还差了一大截。卡普打他只用1拳也算合理。见到巴沙斯偷袭战国，卡普也是一记铁拳过去，打得对方不敢说话。随后卡普和战国联手对抗黑胡子海贼团，还没分出胜负就被红发海贼团打败。顶上战争完结后，战国全身缠满绷带，受伤不算轻。卡普除了脑袋被路飞打流血，一点伤没受，实力应该比战国强一点。去蜂巢岛救科比，黑胡子将会是验证卡普实力上限的人，对手是整个四皇海贼团。如果卡普能救出科比安全离开，那就要把赤犬脑袋拧下来的话，就是卡普战斗实力的真实体现。